5月初夏的一个早上，我在公园步道旁，意外地发现了这一窝变侧翼腹狐蜂的巢。为了拍摄，我逐步靠近，许多工蜂见我步步逼近，便立刻施展全身震动的威吓动作来吓唬我。其实我的动作非常轻微，对其所造成的扰动，还没有像这样风吹的来得厉害嘞。不过这样的反应，也正是变侧翼腹狐蜂遭遇骚扰时最典型又特殊的行为特征。显然此蜂的脾气不太好。你看，如果巢再大一点，蜂的数量再多一点，像这个巢，气势就真的有点吓人了。所以有幸在野外遇到，就得识相，一步靠近为妙。如果它们的蜂巢再继续增大、增长，最后往往会变成长长的牛舌柄状，所以它们又俗称牛舌蜂。你觉得像吗？回到原来的这个巢，也许见我真的不具威胁，它们很快的便恢复到日常的作息，有的像是巡逻，有的像在守卫，还不时有外出的工蜂把猎捕到的毛毛虫做成的肉丸带回巢，再让巢中待命的工蜂接手，继续把肉丸嚼得更细、更碎。嚼完了，再一口一口喂给巢里的幼虫宝宝吃。而幼虫宝宝也会回馈，反刍出富含糖与高氨基酸的液体，供喂食它们的成蜂来食用。那这两只则像在修补巢室，而右边这一只应该就是这一巢的蜂后了，因为体型特别的大。不过你发现到了吗？左边这只工蜂修补的巢室里，竟然清楚可见一个蜂蛹的黑色头露了出来，其巢室上方原有的茧盖怎么会不见了呢？难道是即将羽化吗？不久，这个疑问就解开了，原来是一种外力造成的，肇事者就是它——黑尾虎头蜂。很快的，它便拖出一只巢里的幼虫，大快朵颐。而且那只露出黑色头的蜂蛹也已不翼而飞，应该早一步就被它吃下肚了。可想而知，巢里的那些被咬得破破烂烂的茧盖，以及空空如也的巢室，一定也是它的杰作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惊奇呢？怎么完全不见守卫工蜂的抵抗？先前用来对付我的那种全身震动的威吓动作，此刻竟然都消失了。显然，这只黑尾虎头蜂至少在1天前就已突破它们的防线，而且双方的体型真的差太多了，让相对娇小的变侧翼腹狐蜂根本无力抵抗，只能若无其事的等待虎头蜂自己吃饱后赶快离开。虎头蜂前脚一走，其他工蜂立刻回到自己的岗位。
这几只还瑟缩在巢顶，脸特别白的，我称它们为小白脸，则是巢中几只不是生产的雄蜂。它们不需工作，更无需御敌，仅担负船中接待的任务，所以在大敌当前之际，躲好躲满就对了。其实我一连拍了2个早上，都遇上这只黑尾虎头蜂前来捕食。不过在第2天，却意外拍到一只勇敢的工蜂，竟然从虎头蜂的口中抢下正被啃食的幼虫宝宝。本以为它是基于手足之情前来抢救，没想到竟是我自作多情。你看，它居然把抢下来的幼虫宝宝带到一旁去做成肉丸。然后再带回巢，喂给其他幼虫宝宝吃。只能说，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。凡是肉，都是珍贵的蛋白质来源，都不会被浪费。即使是落下的碎屑，也还会被其他生物加以利用。2天后，再回到现场。巢里只剩下右下方10来只较稚嫩的幼虫还健在，左半边的全空了。再过3天，已蜂去巢空，右半边的巢皮还整个消失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能惊叹黑尾虎头蜂竟然短短几天就能毁掉一窝遍侧翼腹虎蜂的巢。当然，更衷心希望那些弃巢而去的遍侧翼腹虎蜂们能重整旗鼓，再建一窝新的蜂巢。